这个实体。一开始人就是认识这个实体。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你去物理系去念书，你就知道了，凝固态的物理，比如说讲实体的这个，只是物理学的很小的一部分，还有很多别的状态，别的形态的，你比较不实在，不能说它不存在。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这个世界，是吧？你还有你看不到的，是吧？蝙蝠能看到的呀，或者说蜻蜓能看到的那个世界比你还多。看不到的，你不能，人的这个眼睛不能看见。也说人的这个视网膜，它不能分析的那个波长，并不代表它不存在，也并不代表其他生物、其他的那个眼睛看不见，这个道理吗？所以说，我们很快就发现了，有另外一批哲学家呢，他在很早开始，他就讲这个话，讲这个过程，是另外一个理解我们万事万物的另外一个思路。实体跟过程，到底是讲实体还是讲过程？那我们简单的这样讲啊，庄子这个话呢，显然他更偏重于讲过程。就是因为实体也可以变成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说一下，我们说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话来讲，片段性的话来讲，或者个体的话来讲，它都是有始有终，对吧？有开始就有结束。问题就在于这个终，到了终点之后，将发生什么情况？事情呢？树难道就湮灭了吗？突然一下就消失了吗？郭象就这么理解，每一个画跟每个画都在独画，跟别的画没有关系，都是独立。到了结束就突然莫名其妙的没了。我们说这个不太符合我们对这个现实世界的那种基本的那种常识。对吧？我们这样想，大千世界里面的一粒微尘，一个再微不足道的东西，请问你想消灭它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消灭大千世界里面的一粒微尘，和你把整个这个宇宙把它整个消灭掉，费的劲儿是一样的。这个道理大家明白？也就是说，你根本消灭不了它，它也不会湮灭。那它去哪儿了呢？古代哲学家是很聪明的，他讲的是终者有始。到了终的时候，终点，一个事物到了它这个终点，就是一个人到了一个死亡的时候，转化成一个新的话。这样的话，画是不是相续而不断？就山无尽处，川无停留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接着一个过程，它是连续不断的，非常合逻辑吧？非常合逻辑，合逻辑。所以说讲话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知道话一定会变成下一个另外一个话，这些都是相互着。它叫做无穷无尽的话，无穷无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也给大家提示一下，讲这种无限，讲无穷，只是到了哲学家的这个脑子才开始有，之前完全不可能。之前你让他数到3，古代的人，你让他数到3，他都很费劲儿的。但是到了哲学时代呢，到了庄子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知道他大量的开始超越
这个无穷呢，我们今天说呢，和我们今天讲的是量无止实，量无穷实无止那个意义是一模一样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理解无穷呢，它就更复杂了。无穷跟无穷之间，它还是有不同的这个层次。这就是现在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们讨论的那些这个问题。那是古代的哲学家跟他们不能同日而语，但是他已经开始讨论无穷了，就很厉害。庄子里面的讨论无穷的是非常多。那他讨论这个化是无穷无尽的，请大家注意啊。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只要它是无穷无尽的，这个化就可以把整个全宇宙装进去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全部装进去。